上一世我被世人视作祸国妖妃，实则是替皇后背负骂名。皇后爱吃荔枝，皇帝为博弃欢心，举全国之力运送，致国库亏空，边军荒请军策，诛妖妃！杀！杀！叛天师大，速退！撤回城内！关城门！皇上！爹，皇上，这是为何？我爹还身陷重围，求皇上打开城门，救他们进来吧。杨贵妃，既然你父亲晋南侯已经回天乏术，那就只有诛了你这个妖妃，才能平息众怒。皇上，我爹对皇上忠心耿耿，臣妾我替皇后背负了千古罪名，求皇上放我爹进来吧。竟敢污蔑本宫胡言乱语！为皇后背负骂名是你的福气，做棋子就该有做棋子的权利。众将士，朕深知你们3年未得军饷，被迫兵变。如今朕已查明，所有军饷都被晋南侯中饱私囊。现在他就站在你们面前，任由你们处置。你们这些贪官污吏，简直丧尽天良！兄弟们，给我杀！爹！狗皇帝，你简直坏妖之极！灵儿！众将士，罪臣伏诛，朕把晋南侯府查抄所得全数充军，以慰边关将士。现在放下武器，朕将一切既往不咎。可笑我晋南侯府世代忠烈，今日竟毁于这昏君之手。他不配再拥有忠臣良将，或许是上天的悲悯，竟赐我重生的机会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他的王朝覆灭，欠我们袁家的100倍偿还。皇上，晋南侯当众诋毁臣妾，这流言蜚语已传入民间。北疆3年未发军饷，他们竟然都说怪臣妾舍命成性。晋南侯那个老匹夫，仗着先帝赐的丹书铁券，竟以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诋毁后宫，争权夺势。既然他这么费尽心思，那朕就成全他。朕以下旨召他女儿入宫，以为质子。可是流言已出，人言可畏，不如就让他的女儿来救这个祸国妖妃，看他还能说什么。言之有理啊，嫣儿，你不要有心理压力。朕答应你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一直算数。那杨千灵进宫后，朕都不会碰她一次。皇上，皇上，娘娘，杨贵妃求见，让她进来吧。陆昭言，别生气了，我们又见了。杨贵妃，见了朕和皇后，还不准备行大礼吗？臣妾给皇上、皇后请安，皇上、皇后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这入宫的第1天就惺惺作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宫苛待了你。你果然和你父亲一样，包藏祸心，绞尽脑汁的想要败坏皇后的名声。皇上，臣妾在进宫前就听说了皇上和皇后的佳话，臣妾也知晓
皇上召臣妾进宫的用意。然后呢？臣妾会全力配合。皇后娘娘需要臣妾做什么，臣妾就做什么。只是臣妾父亲剑南侯一片赤诚，忠言直谏，还请皇上勿念前嫌，宽恕家父。你倒是有些觉悟。也罢，这次朕便不与晋南侯计较，放其自行。多谢皇上。这是何物？此物名为荔枝，清甜多汁，口感嫩滑。此物长于岭南，1日色变，2日香变，3日味变，极其难得。家父特地找了10匹汗血宝马，昼夜不停的赶路，这才堪堪在3日内送至京城，特此献给皇后娘娘。不是爱吃荔枝吗？这一世我要你提前吃的，也提前去阴间报道。花言巧语诓骗本宫，如此难吃的东西也敢献到本宫的面前？这个晋南侯向来不敬重皇后，这么难吃的东西也敢送到朕面前。来人，拉下去杖责30。皇上息怒，竟是要剥皮的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是臣妾的错，臣妾以为皇上皇后见多识广，不敢妄自建议。甜香淋漓，沁人心脾，果真是佳物啊！给朕尝尝。只是不能天天吃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朕这就下旨，封晋南侯为荔枝使，日日为你送来。可是皇上要国之栋梁为我运荔枝，大臣们又该说我是妖女了。娘娘不必担忧，家父会送到臣妾那儿，臣妾在私底下送给娘娘。大臣们说起来也是臣妾奢靡。杨贵妃思虑周全，朕会即刻下旨。多谢皇上。难得杨贵妃这么忠心，想必以杨贵妃的身份，也未必能尝到这荔枝吧。这颗荔枝，本宫就赏给你尝尝。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你要记住你的身份，不可逾越，本宫自然就不会为难你。珍珠，你过来。杨贵妃初到后宫还不熟悉，珍珠是本宫的贴身侍女，平日里机智可靠，就赏给杨贵妃做你的掌事宫女。不要打了，珍珠姑娘不要再打了！好东西就应该挨打，皇后娘娘没有剁她的手，就已经是天大的仁慈了。杨贵妃还是别太任性的好。别打了，娘娘，都别要痛死！那就有劳珍珠主人多多关注。5000里路，10匹汗血宝马，20名优秀骑兵，艰难险阻，周转花销无数，你是真金贵啊！明明吃了也不能长生不老。是啊，这荔枝，奴婢看着都觉得肉疼呢。皇上爱重皇后，只要能博皇后娘娘一笑，运几颗荔枝算什么？杨贵妃也太没规矩了些，竟敢拿着皇后娘娘的赏赐在这里悲春伤秋的。哦，那依你之见，本宫该如何敬重这颗荔枝？贵妃应该将皇后娘娘的赏赐高高供起来，日日沐浴焚香，时时跪拜祝祷，以表对皇后娘娘的敬重。可荔枝不就是拿来吃的吗？这荔枝是皇后娘娘吃的，贵妃就算再贵，也是个妾室，一个妾室也配和皇后娘娘共享一物。我家小姐乃是晋南侯嫡女，你怎么打人呢？贵妃娘娘的陪嫁丫鬟触犯宫规，理应责罚。晋南侯嫡女既已入宫，就应该按照宫中的规矩称为贵妃。既然娘娘不会教，那奴婢也不介意代劳。毕竟皇后娘娘亲封奴婢为贵妃宫中的掌事宫女，奴婢可不敢有违皇后娘娘所托。
小满，如今我进了宫，就不再是晋南侯府大小姐了。你和他们一样，叫我一声娘娘。是。说回刚才的话题，你认为本宫不能吃荔枝？不是不能，而是不配。本宫本来打算将这颗荔枝送人，本宫所赠之人也不配。无论贵妃想送给谁，我都只有2个字：不配。你敢打我？小满，接着打。好嘞。按照宫规，你要在本宫面前自称奴婢。奴婢是皇后的人，贵妃这样打奴婢，就是不敬皇后娘娘。奴婢要去找皇后娘娘。好啊，本宫正想去凤仪宫问问，皇后娘娘的娘家承恩侯怎么就不配？你什么意思？皇后娘娘赏赐荔枝，本宫心存感激，便想投桃报李，将荔枝转赠给皇后娘娘的家人。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说皇后娘娘的家人不配！本宫这就去问问皇上皇后，承恩侯究竟配不配？娘娘，奴婢没有不敬皇后娘娘，奴婢只是一时失言，请贵妃娘娘饶命啊！你当真没有不敬皇后娘娘？奴婢是皇后娘娘的陪嫁丫鬟，怎么敢不敬皇后娘娘？奴婢只是一时糊涂，失了分寸，请贵妃娘娘饶命，请贵妃娘娘饶命啊！要想本宫放过你，那你便替本宫办件事。奴婢有点糊涂了，本来是珍珠替皇后打压娘娘，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珍珠不敬皇后了？你知道吗？所有的恶犬都是在主人身边的时候叫的最凶，只要主人不在，那它就什么都不是。那他会不会心生怨恨？故意不办娘娘交代他的差事？不会，在皇后面前邀功的机会，他怎么会错过？侯爷，杨贵妃赏了1颗荔枝给侯爷。就赏了1颗，他打饭，要饭的呢？那他会不会说您的坏话？要的就是他说我的坏话，最好是再添油加醋些。你的脸怎么回事？是谁打的？是杨贵妃打的。这杨贵妃刚一进宫就飞扬跋扈，不敬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好心派奴婢去她宫中处理事务，结果她就借口殴打奴婢。这1颗荔枝，不就是对皇后娘娘和咱们承恩侯府的下马威吗？侯爷，咱们娘娘委屈啊！欺人太甚！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承恩侯府小世子一定在府里，那就是意外之喜。什么呀？哎，小世子，这荔枝要剥皮才能吃。爹，我还要，我不管，你给我拿小世子，小世子没了，奴婢真的只有这1颗。我还要吃，我要吃。小世子，小世子乖。接下来，你派人去告诉父亲，让他们运荔枝进京的时候一定要高调，最好是大肆宣扬皇上宠你，皇后受了莫大的委屈，父亲兢兢业业、小心谨慎了一辈子，也该让他跋扈一次。站住！要是再不交出荔枝，就怪本侯无情。这是献给杨贵妃的。我抢的就是杨贵妃的东西。本侯妹妹乃是当今皇后，本侯堂堂国舅爷还怕她个杨贵妃不成？来，给我上！我看谁敢！秦南侯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本侯的妹妹乃是当今皇后，你女儿只不过是个贵妃而已。本侯还是红军之首，你敢动我下试试？本侯歼灭北狄大军20万，还打不得你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废物。更何况，本侯此次奉旨杀人，闪开！你敢！真的？断子绝孙枪。爹爹什么时候学会这招了？哪敢真断子绝孙啊！
就是把陈恩豪的裤子划破了。不过皇上这么袒护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又袒护陈恩豪，皇上肯定会为此为难咱们侯爷的吧？你以为本宫为什么要说服皇上把运荔枝的事情以圣旨颁下？当然是为了让爹爹可以奉旨打人呢。皇上要是敢训斥爹爹，那就是打他自己的脸。晋南侯，你居然敢当街殴打朝廷勋贵！爹，此时你在朝堂上，竟可以当着皇上和群臣的面斥责承恩侯抗旨不遵，蔑视皇威，这可比他要吃几颗荔枝严重多了。回皇上，臣觉得打得轻了。放肆！承恩侯乃是皇后嫡亲兄长，你哪来的胆子？承恩侯乃是皇后嫡亲兄长，你哪来的胆子？是皇上您给臣的胆子。臣押送荔枝乃是受皇命，圣旨均已昭告天下。他承恩侯明知故犯，拦截钦差，此举乃是抗旨不遵，蔑视皇威。往大了说，便是意图谋反。恳请皇上严惩承恩侯。有皇后在，承恩侯会一直毫发无伤。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一趟了？当然不是，因为咱们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承恩侯。你说珍珠也该回来了吧？外面的人来报，珍珠半个时辰前就离开承恩侯府了。哎呀，你说这次承恩侯犯了这么大的错，群臣都在逼皇上严惩呢，你说皇上该如何是好啊？奴婢也不知道，但是皇上那么宠爱皇后娘娘，要是皇后娘娘出马说情，承恩侯应该会没事的吧？皇后娘娘说情肯定会没事，可怕就怕万一皇上要当庭严惩，皇后娘娘身在后宫，就算是知道了也晚了呀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，皇后娘娘闯宫了！好了，本宫要进去。皇后娘娘，让让，皇后娘娘，皇上说了，这里是朝堂，您不能进去。本宫不进去，就任由他们污蔑本宫的兄长吗？让，当心我让皇上砍了你们的狗头！哎呦，娘娘，您要相信皇上，皇上宠爱娘娘，一定会保住承恩侯的。娘娘，奴婢听杨贵妃说，圣旨一旦下了，就算是皇上也没法收回。现在整个朝堂都在逼皇上严惩侯爷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本宫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欺负兄长。让开！哎，娘娘，您不能这样，娘娘！哎，娘娘，我就喜欢珍珠这般搬弄是非、唯恐天下不乱的劲儿。这次咱们有这么大的收获，还真是离不开珍珠啊。娘娘，奴婢不懂了。皇上明明没有严惩承恩侯，那咱们收获了什么呀？咱们收获了承恩侯违抗圣旨，皇后强闯朝堂啊！皇上要是纵着皇后，那结果就是威严扫地，以后的圣旨也同废止没什么区别。可要是不纵着，以皇后的性子，定要狠狠地闹一场。感情嘛，经得起几次闹呢？杨千灵，你这个贱人！参见皇后。竟敢把主意打到本宫娘家人身上，你真当本宫好欺负？臣妾从来没有觉得皇后娘娘好欺负，也从没想要欺负皇后娘娘。娘娘是在生气今日朝堂上发生的事吗？父亲也只是奉命行事，总不能违抗了皇上旨意。不妨告诉你，皇上这次只不过是罚了本宫兄长3个月俸，而且怕本宫不高兴，私下里还赏了本宫兄长10万两金的西域珍宝。你和你父亲那点算盘，根本伤不到本宫和承恩侯府，一死也好。既然如此，就恭喜娘娘了。承恩侯违抗圣旨，也算值了。你少在这里跟本宫阴阳怪气。李嬷嬷，好好教教杨贵妃什么叫规矩。是，住手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贵妃娘娘。贵妃娘娘，太后有请。太后果然来拉拢了。前世我太过窝囊，太后始终没有现身我，最终沦为后宫弃子。
如今太后主动入局，这盘棋就更有意思。哀家老了，本不想管后宫之事，只是皇后太过荒唐，自己生不出儿子，还霸占着皇上，不让别的女人接近。哀家总不能看着皇上绝后，大好江山无人继承吧？没有哪个母亲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绝后。太后不待见皇后应该是真的，只是如今处死一个妖妃，也是无济于事。皇帝，此次叛乱的根源就在于边关3年未收到军饷，诛妖妃只是个导火索。如果想要平息叛军的怒火，还要诛杀贪污军饷之人呐！是皇上，这些年北方的军务都是晋南侯在处理，想必这贪污军饷之事，定和晋南侯脱不了干系。关城门，皇上！上一是因为我的懦弱，让他们在嫁祸我和父亲的时候达成一致，而这一世，对他来说，舍弃一个飞扬跋扈、狭隘善妒的皇后，留下一个好拿捏的我，不是更好吗？既然你已经进宫了，就应该多争些宠爱。若是再生个一儿半女，那还有皇后什么事儿啊？太后恕罪，臣妾瞧着皇上对皇后娘娘情意极深，臣妾不敢僭越，无意跟皇后争宠。还真是虎父生犬女。晋南侯在战场上所向披靡，生的女儿却如此的无能。太后息怒，臣妾只是不敢夺宠，但若有太后懿旨，臣妾定能达成太后心愿。哦，莫非你知哀家心愿？太后娘娘想要的，不是谁得宠谁失宠，而是儿孙绕膝，天伦之乐。后宫嫔妃想要皇子，需要的不是皇上的宠爱，而是皇上宠幸的机会。你是说给皇上下药？皇上真龙之躯，臣妾万万不敢有这样的想法。好了，哀家明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好好打扮打扮。哀家会安排皇上到你宫里，到时候可别让哀家失望。娘娘，您这打算绣点什么？那就绣一朵牡丹吧，繁花似锦，方配得上这宫里的富丽堂皇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你倒是会巴结人，居然能找母后来给朕施压。你别忘了，你进宫是来干嘛的。朕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朕这辈子都不会碰你一下。皇上误会了，是太后怜悯臣妾，主动召臣妾过去的。皇上，太后身边的贵嬷嬷来了。参见皇上，参见贵妃。太后让奴婢给皇上和贵妃送来一壶美酒，以和皇上和贵妃新婚之喜。恐怕皇上不得不喝一口了。皇上，太后说了，让奴婢看着皇上和贵妃喝了酒，才能回去复命。现在可以了。回皇上，太后说了，今日是皇上和贵妃新婚，皇上得和贵妃喝了交杯酒才行。嬷嬷说笑了，本宫不是正妻，喝不得交杯酒，和皇上碰杯对饮即可。贵人到。
娘娘，不好了，皇上去杨贵妃那里了。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把你俩一明一暗的安插在杨贵妃身边，你这么冒冒失失的，被发现了怎么办？皇上喝了，嬷嬷请回吧。太后娘娘的心意，臣妾必不会辜负。如此，奴婢便回去复命了。皇上，贵妃娘娘，你也知道这酒你喝不得。太后所赐，本宫为何喝不得？太后娘娘说的皇上新婚之喜，也就是他老人家新词而已。而你一个妾室，也配用婚字？代皇后罚过吧。是，奴婢一定替皇后娘娘好好教导贵妃。这是皇上的旨意，你怎敢违抗？皇上，杨贵妃呢？皇上，您怎么了？荣公公，你没看皇上已经喝多了吗？皇上，是否要臣妾扶您进去休息？这怎么行？本宫是皇上嫔妃，本来就是来伺候皇上的，怎么不行？云儿，臣妾在。贵妃娘娘，这是皇后娘娘归明，贵妃娘娘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否则皇上醒来定会怪罪。本宫是什么身份，本宫自然知晓。只是你在干什么？皇上，这可是不得！皇上，必须珍珠啊！这不是皇后娘娘，把她快拖出去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这个样子怕是走不了了，不如就在臣妾这里歇歇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皇上呢？回娘娘，皇上他不在这里。皇后娘娘，皇上真的不在永乐宫偏殿，您就别为难荣贵了。皇后娘娘，皇上他这真的不在这里，里面只有贵妃一个人。你好远，你不是好说喜欢。这里面只有贵妃一个人吗？本宫怎么听见皇上的声音了？这还要？杨千灵，你敢冒充本宫和娘娘名剑？贵妃娘娘真的不在里面。李嬷嬷，去给本宫取白绫来，本宫要累死杨千灵这个贱人。皇后娘娘，杨千灵，白绫给皇后娘娘准备好了，不知道皇后娘娘要勒死谁啊？你怎么在这？今日早上，臣妾去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的时候，已经被训斥过了。臣妾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不会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少废话，告诉本宫，里面的人是谁？臣妾见皇上不胜酒力，去小厨房煮醒酒汤去了，并不清楚里面服侍皇上的是谁。哼，你宫里的人你会不知道？你要本宫怎么相信里面的人不是你安排的？娘娘说笑了，臣妾今日才进宫，整个永乐宫除了臣妾的陪嫁丫鬟小满，不都是娘娘安排的吗？莫不是娘娘身边有人坏了心思？娘娘明鉴，老奴对娘娘忠心耿耿，老奴安排的人绝无他事。娘娘别急，这宫门牢固，今日无论里面是谁，都插翅难逃。只是在场的都是一些后宫女眷，娘娘若打开了这扇门，众目睽睽，祸乱纲常，惊扰圣教，所以怕是得等里面生米煮成熟饭了，自己出来。放肆！你是说让本宫等他们生米煮成熟饭吗？李嬷嬷，去通知兄长调禁军来，给本宫把门撞开。是。皇后盛怒之下已失了方寸，承恩侯刚看过圣旨，如今再进宫撒撒野。皇上，你当真能忍？给本宫把门撞开！是。住手！参见太后。禁军带刀入后宫，你们是想造反吗？母后见谅，是儿臣调来的禁军，只是为了抓一个爬龙床的贱人。这天下都是皇帝的，他想宠幸谁就宠幸谁，你们都给哀家滚出去！太后完全不给皇后面子，不像是被拿住了把柄的样子。
看来他们上一世联合起来坑害我爹，定是有别的原因了。皇上和儿臣发过誓，说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来个杨贵妃，儿臣忍了，但是现在绝不会再忍耐另外一个女人。今日无论如何，儿臣都要把这扇门撞开。你不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今日之后，看你们还能有多暗。藏起来了吗？倒是比我想的聪明一点。也好，聪明人用处更大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闹什么呢？怎么只有皇帝一个人？皇上怎么样了？臣妾做好了醒酒汤，快来喝一口吧。喝什么？本宫倒是要看看是哪个贱人敢勾引皇上。皇上，还好吗？里面的人，臣妾帮你瞒下，你欠臣妾一次，如何？小满，先扶皇上去休息，本宫去看看皇后娘娘。人呢？人呢？藏哪儿去了？给本宫滚出来！你把人藏哪儿去了？娘娘冤枉臣妾了，到时皇上从里面锁了门，臣妾如何进来藏人？而且刚才臣妾刚刚清点了宫人，发现永乐宫宫人齐全，都在外面候着呢。你是想告诉本宫，这里面没有人，是皇上自己一个人在里面折腾吗？皇上对皇后娘娘情意极深，即使喝了太后送的暖情酒，都不肯碰臣妾，果真可歌可泣。你以为本宫会信你吗？禁军，放肆！禁军私闯后妃寝殿，成何体统？是皇后娘娘召唤的。滚出去！皇上，皇上告诉臣妾，您究竟宠幸的是谁？妍儿，你别闹了，朕没有宠幸任何人。我不信，除非你让禁军进去搜。你怎么能随便让禁军进后妃寝殿呢？你吼我！你居然开始吼我了！不敢让禁军进去，就说明你心虚了。皇上，还是让禁军去搜搜吧，消除了皇后娘娘的疑虑，皇上皇后才能和好如初，不是吗？你去搜吧，边边角角都要搜仔细了。你在做什么？娘娘，你看，这被褥虽然动过，却并不零落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两个人折腾的。走。恭送皇后娘娘。都走了吗？皇上、皇后、太后他们都走，刚才好险，娘娘怎么还帮皇后让禁军进来搜呢？因为我要帮着皇后下皇上面子，普通男子被下面子尚且不服呢，更何况这天下第一尊贵的男人。皇后带着禁军大张旗鼓来抓奸，皇上现在对皇后的愧疚，怕是要被怨气给淹没了吧？你说是吧，珍珠？皇上这个样子怕是走不了了，不如就在臣妾这里歇息吧。住口！杨贵妃，你竟想爬龙床，皇后娘娘知道不会饶过你的。龙床自然是要爬的，不过不是本宫，而是你。贵妃真是好手段，对娘娘恭敬点。下药的是太后，发情的是皇上，爬床的是你，这一切跟本宫有何干？无论贵妃如何巧舌如簧，这都说不过去。皇后娘娘不会放过你的。皇后娘娘不会饶过我做什么？皇后娘娘不会饶过的是爬了龙床的人。本宫要是你，
就该好好想想，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怎么会没有人呢？娘娘，会不会皇上没有宠幸别人？可皇上的样子明明就是……你去把珍珠叫来，本宫要好好问问。是。等等，珍珠人呢？我今天晚上搜宫，一整晚都没有见到过他。要你有什么用？多好的机会，连个龙床都爬不上去。太后请息怒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的情况是爬完龙床就被杀。太后如果解决不了这情况，无论送多少女人到皇上那，依然诞不下龙嗣。哀家这个不争气的儿子，把皇后纵得无法无天。太后娘娘，其实不必如此沮丧。您的心愿，臣妾已经帮您完成了一半。你什么意思？今晚臣妾虽然没有爬上龙床，但是却有人成功了。只是眼下皇后娘娘还不知道，现在只需太后出马保下此人便可。只要保下此人，以后的再二、再三、再四就容易多了。太后娘娘还愁抱不上皇孙吗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的！不急，等到他最绝望的时候救下他，他才能心甘情愿地跟着咱们。说，今天晚上皇上宠幸的是不是你？没有，奴婢真的没有。是不是？没有，奴婢不敢爬龙床，娘娘，奴婢没有。那今天晚上，本宫搜宫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满永乐宫的人都在，唯独少了你。说，藏到哪儿去了？奴婢没有，娘娘，奴婢没有，娘娘饶命！给本宫扒光头，验明正身。如果不是完璧之身，本宫要让你全家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是。住手！皇上是来保这个贱人的吗？你真的宠幸了他？妍儿，朕都说了没有宠幸过任何人，你别胡闹了。你现在怎么就对我不耐烦了？你难道忘了当初对我的承诺了吗？朕每天在前朝，心都很累了，来到后宫只想看到你一张笑脸。难道你要像他们一样对朕苦苦相逼吗？既然你怀疑他，那就直接处死算了，何必这么麻烦验明正身？皇上，李嬷嬷，拉出去，乱棍打死！给本宫狠狠的打！住手！快去救人！是。儿臣参见母后。起来吧，这是怎么了？动不动就要打死人的，难道你们是对哀家不满吗？母后误会，这本就是凤仪宫的一个宫女，怎么扯到母后身上？今天晚上你到贵妃宫里的时候，这个小宫女偷偷的溜出来，想要去报信。哀家怕她坏了你跟杨贵妃的好事，就让人把她打晕了。现在你们又要打死她，难道是怪哀家乱撮合你和贵妃吗？是母后将人打晕的，你怎么不早说？珍珠被打晕了，想必什么也不知道，不敢在皇后娘娘面前乱说。你们之间的情情爱爱，哀家也懒得管。只是皇帝，你是一国之君，不能没有子嗣啊！大好江山无人继承，将来你到了地下，怎么跟列祖列宗交代？母后您年纪大了，该颐享天年。子嗣的事儿，儿臣和皇上自会尽力的。你是嫌哀家多管闲事吗？但凡你要能生下个一儿半女，你以为哀家愿意看到你这张脸？自己不行，还不允许别人接近，全天下间怎么有你这样的妇妇？母后，你也嫌哀家多事？儿臣求母后口下留情。你，太后娘娘，皇上子嗣不光关乎皇家延续，更关乎国本是否稳固。太后娘娘本该享尽清福的，如今又要操心皇上，又要担心国本，本就心情郁结，难以开怀。皇上皇后怎能如此伤太后娘娘的心？本宫跟太后和皇上说过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杨贵妃说的话就是哀家的话，你要是不愿意听，
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宫去！哀家有的是贤后人选。母后，杨贵妃，朕和皇后的事儿，几时轮到你来插嘴了？荣贵，奴才在。杨贵妃以下犯上，不敬皇后，禁足1个月，罚写宫规100遍。是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都敢当众打哀家的脸了。太后娘娘，咱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下珍珠，只要人保下了，就是赢，无需多做无谓的争端。皇上，你好自为之。走。你自己多注意吧。珍珠，本宫错怪了你，你可会怪本宫啊？奴婢不敢。皇上当真没有宠幸过任何人？回娘娘，奴婢当天不在永乐宫，而且其他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所有的人都在外面，皇上无人可宠幸。娘娘您就放心，皇上肯定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撑过那个药劲儿。可见皇上心里只有娘娘您一个人。那这次就先放过他。那你，娘娘，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没注意被太后的人偷袭，这才误了事，导致皇后娘娘误会了皇上。奴婢愿意将功折罪，留在永乐宫，继续为娘娘监视杨贵妃。本宫看在你一片忠心的份上，就先饶了你。李嬷嬷，去拿本宫的荔枝来，赏1颗给珍珠。多谢娘娘的恩典。我一条命就值1颗荔枝。娘娘，奴婢以后为娘娘马首是瞻，只求娘娘能保奴婢性命。本宫自然是想保你的，只是如今本宫在禁足，恐怕力不能及啊。娘娘，禁足也未必是坏事。皇后多疑，永乐宫肯定不止奴婢一个眼线。娘娘何不趁此机会肃清永乐宫呢？对呀，你跟皇上被关进偏殿后，皇后还是那么快赶来了，也只能是还有眼线。你知道是谁吗？奴婢也不知道具体是谁，只知道有2个。知道有就够了，本宫会亲自把他们揪出来。今日是本宫进宫第3天，皇上抬举赐了本宫为贵妃，所以本宫打算赐你们每人1颗荔枝，让你们都沾沾喜气。多谢贵妃娘娘。人可欺，唯食不可欺。你将那些荔枝泡上1夜辣椒水，而后荔枝难得，寻常宫女恐怕见都没见过，再难吃也必定会吃。而皇后那边来的人，即便没吃过，也会猜到荔枝美味，对泡过辣椒水的荔枝必定难以下咽。娘娘，大部分人尝了口都吐了，只有3个人吃完了，该不会到处都是内鬼吧？昨天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猜内鬼必定会紧紧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所以你用辣椒水泡荔枝的事根本瞒不住。他肯定也能猜到我们要干什么。所以忍着辣吃掉荔枝的，才是真正的内鬼。是这样吗？可是珍珠说内鬼有2个人，吃了荔枝的有3个人。皇后能安插内鬼进来，别人就不能吗？这帮贱蹄子，奴婢现在就把他们绑回来。等等，急什么？咱们不知道的时候他们是内鬼，现在知道了，他们就是棋子。本宫不但安排了计中计，还有连环计。今日你找个由头处置2个宫女，要让内鬼觉得咱们已经抓到别的眼线了，这样他们才好放松警惕。娘娘平日里待你们不薄吧？你们就这么背叛娘娘，居然有内奸？是谁？是不是你们2个？不是，不是，不要这么说，是我，不是我，带走。侯爷说，太后那边送了1个宫女出去了，好像是送到了城东，不知道哪个宅子里养着了。娘娘，
您说那天晚上咱们永乐宫的人都在，会不会是太后安排别人爬上了龙床？也不无可能。太后比谁都希望皇上能够诞下子嗣，可若皇上一直不宠幸其他女子的话，太后使些非常手段也说得过去。哎，太后娘娘让本宫办荔枝宴，便请京城各家权贵之女呢。太后娘娘怕是另有深意啊。是啊，名义上是荔枝宴，实际上不就是借机给皇上选妃吗？皇上那么爱皇后娘娘，肯定会对那些贵女不屑一顾的。那可不好说，没有哪个男子会对貌美女子无动于衷的。若真有，那还是不够美。本宫打听过了，这一批待嫁贵女个个倾国倾城，皇上怕是要眼花缭乱了。那咱们得仔细点，太后一定很重视荔枝宴。娘娘，这花蕊快绣成了呢。是啊，就等承恩侯给这花蕊添一抹颜色。小满，明日你让父亲派人去西山给本宫采一些天冬来。听说西山的天冬最好，上次从岭南送荔枝的骑手给了本宫一个偏方，说是用荔枝泡新鲜的天冬荷，容易怀上儿子。原来如此，何不先备着？万一皇上哪天就宠幸本宫了呢？娘娘，咱们这样能成吗？就算他们3个都不顶用，本宫也能成事。别忘了，咱们还有个不甘寂寞的珍珠呢。小世子，你看，奴婢又来给你送荔枝了。又是只有1颗。奴婢身份卑微，能得主子赏1颗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哼，我找爹去。皇上骗本宫，皇上骗本宫！果然这世上的男人就没有一个靠得住的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问清楚。娘娘，你少拦我！娘娘，您不能去啊！您昨天才跟皇上吵过，今天又去吵，再深的感情也会吵没的。况且皇上宠幸宫女也只是杨贵妃的猜测。那太后送出去的宫女呢？那个宫女也许是病了，也许是探亲，总归什么可能都有。您现在没有证据再去找皇上吵，万一皇上一口咬定没有，那也是娘娘您理亏啊。证据，对，本宫要找到证据，然后再狠狠甩到他脸上，让他知道他是怎么负了本宫的情谊。娘娘，老奴觉得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荔枝宴。这次杨贵妃进宫，让太后看到了希望，太后恐怕会动心思的。荔枝宴，荔枝宴，又是荔枝宴！本宫当时就不应该同意让这个杨千里进宫。坏了，娘娘，太后的娘家侄女到现在还没有定亲，莫非还妄想着后位，借这次荔枝宴先进宫为妃，然后图谋上位？本宫绝不能让这荔枝宴办起来！李嬷嬷，通知兄长，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这批荔枝截下来。这又拦荔枝，这会不会不妥呀？有什么不妥？上次皇上不也没有怪罪？是，城东那个宫女一并解决了，宁可错杀也不能错放。本宫绝对不允许别的女子生下皇子。听好了，今日本侯带的可是禁军精锐，这荔枝你想不想都得给本侯留下，知道吧？看来你承恩侯又想穿开裆裤了。撤！嘿，给我搜，找宫中出来的女眷、孕妇。啊！顾平杀人了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爹爹学坏了，居然叫人埋伏了托儿。看来爹爹是真的对皇上心寒了。皇上，臣闻听前日夜里，承恩侯私自带着禁军闯入后宫，搅得后宫鸡犬不宁。今日又私自带着禁军拦截荔枝，搅得东城是翻天覆地。加上上次拦截荔枝，承恩侯已经2次违抗圣旨，3次私自调动禁军，严重扰乱朝纲，请皇上严加惩罚。你少在那里添油加醋啊！
本侯只是去找个人而已，什么翻天覆地。再说那些个刁民，他们无法纪，公然跟本侯对抗，本侯没治他们的罪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承恩侯没有去西山。皇上皇后大婚几年都无所出，皇后听到了好用的方子，一定会去尝试，所以承恩侯没有去西山，只能说明皇后没有得到这个消息。那就是说，那天端茶的那个宫女不是内鬼，只能说不是皇后的人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小翠，另外2个内鬼，一个叫春花，一个叫夏草。听名字就不是一伙的，小翠先不用管了。她是谁的人，本宫心中有数。现在着重盯着春花和夏草。也该是皇后再闯朝堂了。珍珠，娘娘，他们又在朝堂上审问侯爷了。什么？这次御史台全体出动，侯爷恐怕危险了。就是你污蔑本宫兄长，别以为本宫不知道，你和你女儿的什么心？回皇后娘娘，承恩侯竭力之说是要献给皇后娘娘，鉴于上子之事，臣不敢违抗，便如数交给了承恩侯。不知臣何错之有啊？这荔枝是献给谁的？以前皇上说是献给杨贵妃的，这到底是皇后吃的还是贵妃吃的？唉，你真老糊涂了。上回承恩侯公然截胡都没事儿，这回打着贵妃的名义给皇后的，看着吧，承恩侯这回啊还是没事儿。要是2次都没事儿，我估计就是借着贵妃的名义给皇后。你们在议论什么？有本事当着本宫的面来说！够了，把皇后给朕拉出去！贵妃娘娘小心了，要是碗里的水洒了，老奴可要让娘娘顶缸了。咋？就是欠调教，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在前朝兴风作浪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后宫还是本宫说了算。你父亲还真是疼爱你，屡次找我兄长麻烦。既然这样，本宫也要让你不痛快。臣妾愚笨，不知道怎么惹到承恩侯了。你以为你在背后说的那些话，本宫不知道？既然是背后说的，那娘娘怎么会知道？本宫腰挺直了，跪没跪相，站没站相，如此一态，怎配当皇上妃子？臣妾心存感激，便想投桃报李，替娘娘献上一计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臣妾是不是好心，娘娘听了自有分辨，不是吗？你说吧。承恩侯这次所犯之事，可以说是朝野震怒，皇上是不得不罚的。那就可以用银子来代替牢狱之灾，让承恩侯拿出30万两银子，充作边关军饷，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。就这么简单？30万两是个大数目，既可以让承恩侯免去牢狱之苦，又可以让朝中大臣闭嘴。而充作边关军饷，则可以让承恩侯和娘娘获得一个官先社稷的美名。倒是也难为你想出个这么好的办法。边疆承恩侯大臣们大家共赢，只有皇上一人输，面子里子一起丢。而这一切都是他的挚爱造成的。皇上啊，考验你们爱情的时候到了。你还要怎么样？朕已经尽最大能力保护他了，难道你要朕亲自去替他蹲大牢不成吗？兄长本来就没有罪，是皇上非要罚的，难道不该给我们补上吗？他3番5次调动禁军，到处惹事，这样的罪放在别人身上抄家灭族都不为过。朕不过是罚点钱，这你都要闹？说到底，都是朕太纵容你们了，才让你们这么肆意妄为。皇上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嫌弃我了？是皇上答应过臣妾，说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。兄长调动禁军也都是为了我，是你违背了诺言。我只不过是想找出那个宫女，我只不过是不想让太后给你选妃，我有什么错？朕为了保住她，在前朝跟他们吵了一天，现在满身疲惫来到你这里，
你又是满腹牢骚，你真的一点都不体谅朕吗？国库已经没有银子了，朕自会筹俸银补给你们。这还差不多。但你们天天这么闹，朕也很是心累。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，禁军不再归承恩侯统领。什么？皇上要撤销我兄长的职务？还有，母后的荔枝宴会照常举办。小姐挨了这么多责罚，您从小到大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啊？你现在立刻派人告知父亲，让他暗中盯紧这边军饷。上一世始终没能查明边关军饷被谁贪污，导致边军哗变。这一次就在眼皮子底下，看看那只老鼠究竟是谁。宫里好久没有办宴会了，这次定要好好的办上一场。哀家早就听说贵妃在闺阁之中便才名远扬，跟哀家那个不成器的侄女并称为京城双姝。这次的荔枝宴就由贵妃来办吧。皇上，你看如何？杨贵妃，你意下如何？哼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鬼宴会，谁爱办谁办，本宫是不参与。皇上，臣妾听闻京中贵女各有才艺，到时候臣妾定会安排妥当，让皇上大饱眼福的。皇上太后，臣妾乃中宫皇后，贵妃妹妹久在闺阁之中，虽有贤名，但只怕没操办过什么大宴。这荔枝宴啊，不如交给臣妾来办，更为稳妥一些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为了这次荔枝宴，可是准备了好久呢。本宫还在，怎么也轮不到你。好了，既然皇后毛遂自荐，那就让皇后来吧。早就听说贵妃的武艺超群，哀家没有机会一饱眼福，不如这次贵妃就献上一舞吧。阿贵，你去把哀家珍藏多年的浮光锦拿来，你把它做成衣服，到时候跳舞的时候穿上它，哀家都很难想象会是多么的光彩夺目，说不定啊，还会传为千古佳话呢。多谢太后娘娘赏赐。哇，波光粼粼的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娘娘要是穿上它跳舞，就真的宛如仙子了。你想多了，本宫是不会穿的。啊？为什么？眼下皇上正因为承恩侯跟皇后闹别扭，这正是咱们趁虚而入的好机会啊！这是浮光锦吗？这是太后替我和皇后下的战书，对付承恩侯的时候，不让自己的娘家镇国公下场。如今荔枝宴要设计所有我跟皇后对峙，太后这只出工不出力的老毛病，本宫得好好治治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平身，就坐吧。谢皇上。娘娘，那个人是谁啊？奴婢怎么瞧着他对娘娘很不满呢？他何止对本宫不满，他对皇后更不满。她就是太后的亲侄女，镇国公府的大小姐张玉雪。啊，那个和娘娘并称京城双姝的贵女啊？那都是过去了，如今她是对皇上一片痴心，不肯成亲的痴情女。那娘娘要对付她吗？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，本宫可不敢。浮光锦可按本宫给你的尺寸做好了？做好了，就在隔壁房里。太后想让我跟皇后鹬蚌相争，她和张玉雪得意，本宫就给她来一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哀家先前就听说各位贵女都为皇上准备了才艺，
你们谁先来呀？皇上太后，臣妾听闻杨贵妃日日在宫中练武，想必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跳给皇上看了。要不然，还是让杨贵妃先来吧。那就杨贵妃先来吧。皇上，那臣妾先去更衣了。等会儿皇上可得瞧仔细了。妖言贱话，去吧。怎么了这是？太后，贵妃娘娘的脚扭伤了。皇上恕罪，臣妾失仪了。这大好的日子，贵妃娘娘也太扫兴了吧！臣妾罪过，扫了皇上和太后的兴致。好在在场如此多贵女，会跳舞的大有人在。臣妾听闻张小姐的舞姿名动京城，不如就由张小姐穿上本宫的舞裙，替本宫为皇上献舞吧。准。那臣女去换衣服。哎，杨贵妃，这浮光锦可是太后赏赐给你的，就这么随便的送了人，可是对太后的不敬。皇后娘娘，张小姐的舞姿京中首屈一指，莫不是皇后娘娘不想让皇上瞧见？就是啊，表哥，玉雪这支舞可准备了很久呢，皇后娘娘也太扫兴了吧？可是，行了，一件衣服而已。玉雪，去更衣吧。臣女遵旨。不愧是浮光锦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像披了一层月光在身上似的。张小姐真美啊！哎，看，连皇上都看呆住了。这衣服她穿的怎么这么合身？因为我给你的就是她的尺寸。娘娘是想抬举她？我只是觉得，在宴会上，皇后必会做些不利于我的事，所以干脆就让张玉雪代劳了。太后不是想看我跟皇后二虎相争吗？现在就让她自己的侄女去跟皇后争了。好香啊！奴婢记得没有给衣服熏香啊。好浓烈的甜香。不好！啊，是凤群！凤群！别走啊！走！来人呐！母后，等下！等等！贵妃恕罪，末将还要去救驾，不可在此耽误。里面都是蜂群，你们的刀能砍什么？去取粪水来。什么？蜜蜂喜欢香味，现在店里全是香味，粪水能遮盖住香味，蜜蜂自己就会散去。取粪水，快！皇上，粪水来了！皇上，皇上！啊，母后，儿子的头好痛啊！来人，给哀家把这个贱人拖出去，杖毙！拖出去杖毙！慢着，
不知太后娘娘为何要杖毙臣妾？你还想装不知道？浮光锦是哀家送给你的，你突然送给了玉雪，难道你不是要谋害玉雪吗？太后娘娘，臣妾与张小姐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她？害了张小姐，对臣妾有什么好处？太后娘娘可以想想，如果张小姐出了事，谁是最终得利者？你们并称京城双姝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起了攀比心思，想借此机会让玉雪表妹出洋相？臣妾在闺中的时候都没有跟张小姐有过什么攀比争执，如今嫁作人妇，反而想攀比起来了。你还真是巧舌如簧。母后，儿臣有人证。珍珠，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、皇后娘娘。珍珠是杨贵妃宫中的掌事宫女，杨贵妃做了什么，她最清楚。珍珠，好好跟太后和皇上说说，杨贵妃是怎么谋害玉雪表妹。回太后娘娘，那匹浮光锦本来就是贵妃给张小姐准备的，是完全按照张小姐的尺码准备的。你个毒妇，原来你早有预谋，济南侯府竟然会揪出你这样的女儿！太后娘娘，我剑南侯府一向光明磊落，臣妾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大胆！你竟如此诡计多端！今日之事看似冲着玉雪表妹，但是母后、皇上和儿臣都在大殿里差点被蛰死。依臣妾所看，杨贵妃就是在造反，晋南侯府抄家灭族都不为过。皇上，办案也是需要人证物证的，何不拿那件衣服来看一眼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是不是以为那件衣服沾上粪水就会被丢掉，本宫就拿不出物证？李嬷嬷，皇上，衣服在此。让你失望了，本宫早就命人将那件衣服清洗干净。娘，回太后，此衣服正是张小姐的尺寸。拉出去杖毙，即刻传旨，晋南侯意图谋反，全府上下所有男子全部问斩，女眷和7岁以下儿童全部押入掖庭，充作官奴。贱人，你笑什么？皇上，济南侯府成年男子皆战死沙场，也没有留下子嗣，侯府只剩下臣妾和父亲相依为命。但你只能斩2个人，你满门忠烈的全府抄斩，抗旨不遵的罚银100两。来人，拖出去杖毙！快！皇上，皇后娘娘，珍珠话还没有说完，难道你不想知道张小姐是如何被害的吗？还有什么可听的？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你还是赶快收场上路吧。娘娘是害怕吗？害怕臣妾揭露那件衣服的秘密？本宫有什么好怕的？珍珠，这没你事儿，还不快退下！皇上，贵妃之所以为张大小姐准备这身衣服，是因为贵妃听说张大小姐对皇上痴心一片，而且太后也有意让张大小姐进宫，所以……住口！本宫要你退下！所以，我不但给张小姐准备了衣服，还故意晚了酒，把献舞的机会让给了张小姐，为的就是让张小姐舞动京城，得到皇上的青睐，也不至于进了宫像臣妾这样。世间女子多无奈，像臣妾这样能少一个是一个吧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哀家怎么就不信呢？臣妾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好心。可是张小姐进了宫，对臣妾有什么威胁呢？所有臣妾都不会得到皇上丁点宠爱。可日后张小姐进了宫，会分走谁的宠爱？太后娘娘可想清楚了。母后，玉雪也是儿臣的表妹，儿臣疼爱她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谋害她呢？珍珠，还不快下去！太后明鉴，
这衣服是贵妃做的不假，但是这招惹蜜蜂的东西是皇后娘娘准备的。贱人！皇后娘娘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娘娘以为那件衣服洗就没有痕迹了是吗？皇上太后，你们且闻闻，这件衣服上是不是有补甜香？太后您闻闻，真有影子。皇上您也闻闻。我明明叫人清理过，怎么可能？好像是桂花的香味儿，不过还有点甜。正是如此。是你？不是臣妾，臣妾只是怕那件衣服沾了粪水太臭，所以才……皇后娘娘本来想烧掉的，对不对？只可惜衣服泼了粪水，根本点不着，所以只好匆忙间叫人去洗。只可惜娘娘太贪心，撒了桂花粉，还怕吸引不了足够的蜜蜂蛰死臣妾，所以又抹上了桂花糖。而桂花糖冷水根本洗不掉。胡言乱语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件事情是本宫做的？这些东西都是皇后娘娘安插在贵妃身边的春花干的，春花可以作证。春花，你还叫得过来吗？你把他灭口了？要不这是毒妇！皇后娘娘怎么知道我叫不来？你少在这虚张声势！皇后娘娘，你就没发现我的贴身丫鬟一直不在吗？老畜生！找机会把那个春花处理掉。你出去看看，找机会把那个春花处理掉。太后娘娘，如今宫里也不太平，为了避免出现意外，也请太后娘娘派个人去把证人接来。阿贵，你也去吧。是。母后，这玉雪表妹毕竟也没出什么性命之忧嘛。依朕看来，此事不如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化不了，玉雪是你表妹，你不要忘了是谁当年扶持你坐到这个位置上的，是你舅舅。皇上方才怀疑臣妾的时候，巴不得让臣妾立刻去死。现在皇后有嫌疑，皇上却只想着遮掩。杨贵妃，你别太放肆了。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哀家的眼里容不得脏东西。太后，人已带到。太后，求太后救救奴婢！是皇后娘娘让奴婢把桂花粉撒在那件衣服上的。奴婢都是被逼的呀！奴婢如果不听皇后娘娘的，她会让奴婢死无全尸的。够了，此事朕和太后已经知晓。皇上，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置啊？后，这言儿只是一时糊涂，这也没闹出人命来。依朕看，此事就此结过吧。你休想！儿臣心意已决，母后不要逼儿臣了。皇上若执意如此，也没有谁能说什么。只是今日京中最有名望的贵女在宫中受伤，皇上若是轻轻接过，可想好明日在朝堂上如何面对朝臣。只要他们不追究皇后的事，朕会想办法从其他方面给予补偿。既然你要从其他方面补偿，那哀家今天就替镇国公选了，把玉雪接进宫，封为贵妃。母后，儿臣不纳妃。皇上，你若不允，就休怪母后不念母子之情。哀家今天就要废后。母后，都怪你！是你答应我的，你答应过我的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！我只是不想和别人分享你。妍儿，你别闹了，这已经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。他们也没有死，只是被蜜蜂蛰到。实在不行，你多赏赐他们一些金银珠宝，再不行的话，给他们家人升升官也行啊。够了！朕被逼成这样，不都是为了你？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你能不能安生点，少惹点事儿？朕给你和承恩侯擦屁股，早就烦透了。母后，儿臣答应了，把玉雪表妹接进宫，封她为贵妃，永驻永安宫。不行，皇上还是识大体的。这件事毕竟瞒不住，还是要照顾皇后的颜面。杨贵妃，送给玉雪表妹的衣服
你也有责任。既然皇上觉得臣妾有责任，臣妾领罚。敢问太后，送他人一件衣服，按照宫规该如何处罚？哀家已经老了，不想参与你们的事。你们自己的事啊，你们自己解决吧。哼，荔枝宴、浮光剑，都是你挑起的事。现在平白得一个贵妃之位，就想甩手走人了吗？杨贵妃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知道你进宫是为了什么吗？你和晋南侯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皇上，你可曾记得，还欠臣妾一个人情？皇上，里面的人，臣妾帮你瞒下，你欠臣妾一次，如何？臣妾让皇上撤销晋南侯荔枝使，臣妾不想吃荔枝。你朕允了。多谢皇上。还有你们被主不忠的东西，拉出去斩了！皇上，奴婢有一情。来人，拉出去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这是皇上，珍珠不能死。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娘娘，奴婢怀孕了，皇后娘娘知道了一定会处死奴婢的，求娘娘救命啊！怀孕了，等月份大了就藏不住了，皇后一定会知道的。求娘娘救命，奴婢愿意当牛做马，报答娘娘的恩德。既然藏不住，那就彻底扳倒皇后。奴婢愿意跟随娘娘脚步。是真的。恭喜皇上，恭喜太后，终于带下皇嗣。贱婢，果然是你！住手！这可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长子王国玉伤。住手！妍儿，你敢打朕！皇后，你敢打皇帝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模样，哪有一点母仪天下的样子？你们所有人都骗我！我那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妍儿，别闹了，朕是皇上，怎么可能一直没有皇嗣呢？你是皇后，是这个孩子的嫡母，她以后会唤你一声母亲的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所以你是怪我没能给你生下孩子？你不要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？朕答应你，以后将这个孩子养在你的膝下。先过眼前这关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来人，传太医，朕要保住这个孩子。娘娘，皇上这么多年来为您做了那么多，承受了那么多压力，您却是理所当然的享受，从来都不体谅皇上。皇上真的太累了，奴婢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奴婢是真的心疼皇上呀。没想到最体恤朕的竟然是个丫鬟。贱婢，竟敢当着本宫的面勾引皇上！皇后娘娘，你已经是皇后了，母仪天下，还有什么不满足？皇上总不能因为您而绝后吧？皇后娘娘，您总说您最爱皇上，可臣妾瞧着，唯独皇后娘娘最不心疼皇上，臣妾都替皇上觉得委屈。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！够了！来人，把皇后拉回凤仪宫禁足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！奴婢真的不知道珍珠姐姐为什么怀孕。本宫信你不知道。多谢娘娘，多谢娘娘。不过，这么大个事儿你都不知道，要你又有什么用？拖出去处理吧。娘娘。眼下太后娘娘的侄女张贵妃已经进宫了，咱们留在外面的眼线就剩这一个了，不能再折损了。不如留着她将功折罪吧。
你真的会对我忠心？娘娘，奴婢一定对您忠心，万死不辞。那你就帮我办一件事。哟，这不是杨贵妃吗？怎么走路这么不长眼，敢挡本宫的道？这公道，你走的，本宫也走的，怎么成本宫挡你的道？本宫赶忙着给皇上请安呢，皇上的事情最大，你自然要给本宫让道。那张贵妃可得好好沐浴一番。姑母放心，待我入宫以后啊，一定能讨得表哥欢心，替姑母分忧的。晋南侯府一直在彻查边关军饷之事，让人夜不能寐，寝食难安。晋南侯府的嫡长女杨贵妃，在宫中也是你爹朝中的隐疾。你入宫之后，不仅要为姑母分忧，还要为我们张家肃清政敌，你明白吗？给我从他的头上碾过去！给我从他的头上碾过去！太夸张了。玉雪，你怎么来了？皇上，臣妾看您日夜辛苦，就特意熬了汤给皇上补身子。这汤是你亲手做的？实不相瞒，这个汤是臣妾跟着姑母亲手做的。朕已经很久没有承当母后的手艺了，难怪这么熟悉。皇上喜欢就好，只不过今天皇上就差一点喝不到了。发生了什么？臣妾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杨贵妃，她非得逼我给她让道，害得我差点从步辇上摔下来。皇上，您可要替我做主啊！杨千灵，前几日帮朕保住了龙胎，就沾沾自喜，忘了自己姓什么了，居然这么跋扈！荣贵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永乐宫贵妃杨氏飞扬跋扈，不敬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张贵妃娘娘，您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这里是永乐宫，不是您的永安宫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吗？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小曼姐姐，快来啊！小曼姐姐，张贵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真不要脸！我呸！我今天就要替皇后娘娘教训你了！皇上，你干嘛？皇上，不要！皇
皇上不好了！皇上，甄昭仪出事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。菜里有毒，臣妾和孩子差点就被毒死了。有人下毒？永乐宫的正位是杨贵妃，而甄昭仪的这胎是杨贵妃在照顾。莫非……杨贵妃，朕念在你护甄昭仪也有功，这才让她住进永乐宫。没想到你居然下毒，与你爹一样，阴险毒辣，令人生厌。荣贵，奴才在，把他打入冷宫，好好查。是。皇上，不是杨贵妃姐姐，是因为贵妃姐姐，臣妾才能死里逃生呢。多亏了姐姐送了臣妾一副象牙筷，那筷子试出了有毒，才没有导致臣妾与孩子一尸两命。一道菜从御厨到甄昭仪的餐桌上，是要经过很多双手。皇上要查也不难吧？皇上连查都不查，就定臣妾的罪？放肆！谁教你这么跟朕说话的？荣贵，待下去好好查查。是。没事吧？娘娘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看来太后又给皇上下药了。为了帮张玉雪上位，太后对自己的亲儿子还真是不客气。皇上，想来荣公公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，不如臣妾先带您回去休息吧。皇上，臣妾害怕。皇上，甄昭仪还怀着孕呢，臣妾准备了提神醒脑的茶，不如让张贵妃带您去正殿喝一下，可好？消停点，你不要命了？小满，安排夏草去送茶。娘娘英明。参见皇上。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，不许说出去半个字。是。贱人，都是贱人！娘娘，地下凉，你快起来吧。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夏草是你劝我留下来，可如今他也爬了龙床。娘娘冤枉啊！您是老奴看着长大的，在老奴心里，您就跟我亲生女儿一样，我怎么能背叛您呢？如今背叛本宫的，都是本宫的身边人，你叫本宫如何相信你？娘娘，娘娘息怒，您再给老奴一次机会，老奴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罪臣杨氏，还不跪下！臣妾不知犯了何罪，还请皇上明示。给甄昭仪菜里下毒的，正是你宫中的宫女。臣妾宫里的人都是皇后娘娘安排的。鉴于荔枝宴，皇后谋害张贵妃的前科，皇后的嫌疑可比臣妾大得多。皇后还在禁足，你少往皇后身上扯。但抛开皇后不说，皇上至少让臣妾跟下毒之人当面对质一番吧。不给臣妾当面对质的机会，荣公公也没有在此，想必是去灭口。不用皇上费心灭口了。夏草已经死了。什么？
这不是我昨天刚宠幸的女子吗？什么时候死的？这是皇后身边的李嬷嬷，哀家调查清楚，夏草也是皇后指派给杨贵妃的。老奴杀夏草，是因为她爬了龙床，惹皇后娘娘伤心，这跟投毒无关。老奴也不知投毒之事。母后，朕也相信皇后没有投毒，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。皇上，夏草刚刚投完毒，就被李嬷嬷给灭口了。你说这事儿和皇后无关，你真当哀家是傻瓜不成？皇上，就算皇后跟投毒无关，皇上前脚宠幸的人，后脚就被皇后娘娘所杀，臣妾竟不知我朝谁才是皇上。这是老奴一人所为，皇后娘娘毫不知情。皇上答应娘娘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如今皇上左拥右抱也就算了，还进娘娘的族，老奴见不得娘娘日日以泪洗面，所以才出手杀人。老奴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现在就以命偿。母后，这两个罪魁祸首都已经死了，此事就此结果吧。哀家不同意。阿贵，你去传哀家旨意，皇后德行有亏，善妒成性，收回她的皇后宝册。母后，儿臣会下旨，将皇后禁足道直至皇嗣出生。待皇嗣平安出生之后，届时还请母后将皇后宝册还给他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贱人，你是来看本宫笑话的吗？皇上不好意思来见你，所以派臣妾来宣旨。李嬷嬷未遂自尽，所以既往不咎。至于皇后娘娘您，收走皇后宝册，禁足凤仪宫，直至皇嗣出生。本宫告诉你，就算没有皇后宝座，本宫也是皇上心中唯一的皇后。我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是不是皇后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少在这里装清高。我和皇上是真心相爱，是你父亲晋南侯那个老匹夫看不惯，想尽办法把你安插在皇上身边而已。没有人看不惯你，看不惯的是你奢靡无度，是皇上的昏庸无能，不顾天下黎民百姓死活，不顾天下安危，特意揣测忠良之臣。本宫堂堂皇后，奢靡一点怎么了？皇上说的对，你们这些人为了后位，真是绞尽脑汁的诋毁我，皇上不会信的。我真是对牛弹琴。你以为皇上真的爱你，比爱他的皇位还爱你？我们发过誓的，誓言不就是拿来破的吗？你不如等着瞧瞧，在你禁足的这段日子里，皇上会宠幸多少妃子，又会有多少皇子诞生。生孩子，不许！我绝对不允许！陆雅，绝对不允许你和别的女人生孩子！好漂亮的牡丹啊！姐姐这牡丹绣得这般精巧，妹妹真是喜欢。不知姐姐是否愿意将这牡丹送给妹妹？这宫中只有皇后和太后才能用牡丹图案，妹妹慎言。哎呀，瞧我这张嘴，妹妹只是喜欢这朵牡丹，不敢肖想别的。姐姐可千万别误会，你只是个昭仪，还是娘娘提携你才有今天的地位。你竟这般忘恩负义，竟在贵妃娘娘面前放肆！姐姐，妹妹虽然不会忘姐姐的好，可是这后宫之中母凭子贵，姐姐可知我这腹中皇嗣是皇上的长子，将来皇儿出生了，妹妹自然也会提携姐姐。你小满，不得无礼！
如今甄昭仪怀着皇嗣，是被太后还有皇上放在眼珠子里疼的人，难免会想入非非一些，本宫理解。只是说起将来，我倒是替妹妹着急。如今皇后禁足，皇上也开始宠幸其他妃子。张贵妃出身高贵，又有太后扶持，若她诞下皇子，妹妹以后该如何自处？若她诞下皇子，妹妹以后该如何自处？妹妹位分低，自然不敢奢望别的。难道姐姐就甘心被别人踩在头上？娘娘，侯爷的密信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前世太后、皇后那么不对付，最后却能联合起来栽赃父亲。怪不得去年的军饷被贪污，皇上却下旨不查，而张玉雪在这个时候进宫，不单单是争权夺位这么简单，一定和父亲彻查边关军饷有关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发承恩后的那30万两白银，被郑国公贪污。父亲顺着线索细查下来，发现去年拨下的军饷，同样进了郑国公的口袋。他们竟然贪得无厌到1分钱都没有送到边关。皇上问罪下来，他们都会推到晋南侯府头上。你现在立刻送消息出宫，告诉父亲，无论如何都要筹集银两送去边关。到时候我会让朝廷翻倍补偿给父亲。皇后和郑国公的如意算盘，我只能隐忍。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想来挑拨本宫？不甘心又能如何？她是郑国公嫡女，太后的亲侄女，进宫就是为了皇后之位。她若诞下皇子，就能封后。以后你我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可都要在张贵妃手下讨生活。本宫劝你，还是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。哼，能不能生出皇子，他说了可不算。郑国公张家，看来你们想裹挟皇子保平安，也并非易事。太医说了，你得多晒太阳，这样有益于你们母子。皇上，臣妾害怕，不敢自己出来。怕什么？经过上次的事，臣妾怕保护不了咱们的孩子。别怕，有朕在，朕以后有空了就来陪你们母子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快请起。臣妾见皇上日日黄河水患，烦心不已，特意请舞伎学了这套换情舞，希望能给皇上分忧。装神弄鬼，要是让你侍寝一次，就算我输。张贵妃姐姐果然天资卓然，想必老天爷也感受到了贵妃的舞姿，特意放晴了呢。张贵妃，你果然有个七窍玲珑心，朕很是欢喜。皇上，果然是父子连心呢。臣妾感觉腹中一动，有一股喜悦之情涌上心头。想来是咱们的大皇子也很喜欢张贵妃姐姐的舞姿，您说这是不是父子连心啊？
皇上，孩子要看到张贵妃姐姐的舞姿才会动呢。不如请张贵妃为咱们的大皇子再跳一次，如何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让本宫给你跳舞？皇上，张贵妃姐姐总这么说，臣妾好怕。别怕，有朕在啊。终究是臣妾位分低，连累了孩子，臣妾该死，这就给张贵妃姐姐赔罪。朕的皇子有什么舞看不得的？跳！姐姐真是神机妙算，我让那贱人跳了一下午的舞呢。现在宫里皇嗣最大，妹妹怀着孕，自然可以理所应当，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劳，本宫也没做什么。不过本宫还是劝你，别把她逼太狠了，毕竟她要是没有机会生孩子的话，那她可就要抢孩子了。她会夺我的孩子？不可能，皇上那般在意我，不可能的。皇上在意的是你，还是你肚子里的孩子？你自己清楚，不是吗？到时候，且不说太后会支持张贵妃，就连皇上都可能会站在张贵妃那边。毕竟能给大皇子一个显赫的出身，百利而无一害，皇上何乐而不为呢？你是知道的，妹妹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可不是靠什么委曲求全得来的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只要有人想动我的孩子，就别怪我跟他拼命。张贵妃。怎么了？警告你们，少在本宫面前生事。甄昭仪害喜，就想吃些酸的。听说张贵妃那有江南进贡的橘子，不知可否拿一些过来？你让本宫给这个贱人端水果？张贵妃这是什么态度？如今甄昭仪怀着皇嗣，就连皇上都给甄昭仪亲手端过茶。姐姐快别说了，张贵妃姐姐本来就嫌弃我，妹妹可不敢在张贵妃姐姐面前生事，不然又要被罚跪了。喂，你少在这信口雌黄，本宫什么时候罚过你？张姐姐好凶啊！张贵妃，不愿去不去便是，为什么要折辱甄昭仪？想在这儿栽赃给本宫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张贵妃，你跟她同为嫔妃，怎么能动手打她？算了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本宫去拿就是。张姐姐，这不剥皮怎么吃啊？本宫一个贵妃还要给你剥橘子皮，有何不可？这西瓜也是本宫亲手给甄昭仪切的。这上面都是白丝，叫人怎么吃啊？欺人太甚！你故意刁难本宫是吧？你爱吃不吃？珍珠，珍珠，你怎么样了？娘娘用力啊！娘娘再用力啊！昭仪坚持住，再用力啊！跪下！甄昭仪要是你三长两短，朕饶不了你。皇上，甄昭仪是摔倒早产的，现在出血不止，急需千年人参吊命啊！还不快去！皇上，这太医署没有千年人参，只有100年的，这可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先保住孩子，朕一定要保住这个皇子。皇上，臣妾记得3年前辽东进贡过1根千年人参，不如皇上派人去查查。查什么查？当年的所有贡品，哀家都看不了，都送给了皇后。阿贵，去到皇后宫里去拿。是，皇上，不如臣妾跟贵嬷嬷一起去吧，正好臣妾可以安抚一下皇后娘娘。速去速回。她珍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用本宫的千年人参？贵妃娘娘，甄昭仪只怕撑不了多久了。你先去找，我拦着她。敢来我凤仪宫抢东西，本宫定饶不了你！娘娘，
你就服个软吧。宠了我这么多年，现在居然逼我跟他服软！臣妾说的不是给皇上服软，而是给甄昭仪服软。呸！算什么东西？娘娘，皇上重视皇嗣，甄昭仪如今怀的是男孩，那就是皇长子，将来有望继承大统。咱们后宫没有孩子的女人，往后可都要在甄昭仪他们母子手下讨生活。一个洗脚的贱婢，还妄想当太后不成？你堂堂晋南侯独女，一副娇柔谄媚的样子，真让本宫瞧不起。你愿意巴结，你就去巴结，本宫出去那天，一定亲手刺死他。娘娘，这也是形势所逼。甄昭仪出身势低，但母凭子贵，甄昭仪向来忌惮您，只怕等大皇子继承大统之日，也是娘娘您走投无路之时。娘娘找到了。不妨再告诉您一个残酷的真相：如果不是因为这颗人参，皇上根本就没想起来你。珍珠，本宫要杀了你！恭喜皇上！朕有儿子了。荣贵，传旨下去，朕有皇长子，自名陆宠，朕要同天下百姓共同分享这份喜悦。遵旨。皇上，我朝后继有人，甄昭仪可是头功呢。对，我说我都忘了，那就封为珍嫔吧，长一公主位。多谢皇上，皇上终于有儿子了。皇上，宠儿可是长子，方方面面都马虎不得。珍嫔虽然封了嫔位，但她的出身实在是太低了，怕以后拖累了皇子。不如这样，就把宠儿交给高位嫔妃来抚养吧。母后言之有理。皇上，不可！闭嘴！哀家和皇上说话，哪有你插话的份儿？那母后可有满意的人选？张贵妃出身高贵，品行端正，最适合抚养皇子了。皇帝，你看如何呀？臣妾认为，把小皇子交给蓄意谋害他的人，恐怕不妥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本宫什么时候要害他了？朕亲眼所见，是你将珍嫔推倒，才导致宠儿早产的。皇上，臣妾不是有意的。珍嫔借着皇嗣百般刁难臣妾，臣妾只是一时失手。无论你是一时失手，还是蓄意谋害，宠儿早产都是你的过失。阿贵，把孩子抱下去吧。是。慢点儿。皇上，这就是个意外，你用得着发这么大的火吗？哀家早就听说，珍嫔在怀孕期间，仗着肚子里怀的是龙种，飞扬跋扈，欺辱张贵妃，这样的人品和身份，根本就不适合抚养皇子。珍嫔不合适，还有杨贵妃，这珍嫔屡次遇险，都是杨贵妃所救，不如就交给杨贵妃吧。哀家本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既然你们执意如此，为了皇子，哀家也顾不了许多了。杨贵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所犯何罪，还请太后娘娘明示。今天珍嫔这样的跋扈，身边少不了你杨贵妃的挑唆。没错，就是杨贵妃。臣妾见杨贵妃自甘下贱，还亲自给珍嫔端茶倒水。她自甘堕落就算了，还逼臣妾给珍嫔拿橘子。皇上登基多年，一直没有子嗣，好不容易珍嫔怀了孕，臣妾照料珍嫔，皆是臣妾自愿。说张贵妃不愿意，大可以拒绝，为何还是去了呢？而且还是自己亲自去，并没有吩咐下人。张贵妃向来瞧不上臣妾，为何却愿意亲手给臣妾剥橘子？这难道不反常吗？可惜臣妾愚笨，竟然没有察觉。妹妹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姐姐，姐姐若是有怨气，
尽管这妹妹来，为何要对小皇子下手？你不待见珍嫔，朕早就知道，但朕没想到你居然对皇子下手。皇上，此事还没有查清楚，先别着急定罪。皇上，臣妾的丫鬟的确不在身边，而且当时杨贵妃和珍嫔他们逼我去拿橘子，我又想起了太后的教导，为了后宫的和睦，我亲自去拿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。张贵妃，你的贴身宫女去哪儿了？你的贴身宫女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当然会说不知道，因为你是故意支开贴身宫女，然后好给珍嫔下毒。你还下毒？我没有，姑母，侄女真的没有下毒，你要相信侄女。皇上，这件事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玉雪从小是镇国公抚养长大的，连杀之姬她都不敢看，怎么可能害人呢？小满，本来臣妾和太后的想法一样，只是不巧，臣妾在这盘橘子上发现了麝香和川芎粉2种药物。麝香会导致孕妇流产，而川芎粉则有活血化瘀之效，所以这才导致珍嫔在生产时会出血不止。难道果真如此？太后若是不信，可以叫太医再来检查一下。皇上，这难道不是蓄意谋害吗？没有，臣妾没有下2种毒，臣妾只想教训他一下，只下了1种。什么？当真是你所为？荣贵，在，把他拉下去，打入冷宫。是。张玉雪不像在撒谎，那另一种药是谁下的？天佑我朝！我朝江山社稷后继有人。来，恭贺皇上！千灵，朕的宠儿能顺利来到这个世上，你当居首功。这珍嫔从怀孕开始，一直都是你悉心照料，才顺利诞下龙子。朕要好好谢谢你。那臣妾就却之不恭了。宠儿，皇上，宠儿她没呼吸了。什么？传太医！啊，都给人退下！宠儿，朕的宠儿。皇上，让太医来了。皇上，大皇子没了。哀家的皇孙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皇子脸色发黑，这不是患病，是中毒。皇上，有人要害臣妾的孩子，请皇上为宠儿做主啊！究竟是谁如此歹毒，竟然敢当着朕的面残害皇嗣？给朕查！皇上，毒就在这筷子上。今天的宴席是杨贵妃布置的，是杨贵妃要害臣妾的孩子。皇上，臣妾对大皇子视如己出，也多次救珍嫔母子于危难中，何以要在今日谋害大皇子？毒在筷子上，足以证明是冲着珍嫔去的。你想毒死珍嫔，好做宠儿的母亲，没想到珍嫔用筷子为宠儿米粥，才错杀了我的宠儿。这只是太后娘娘的猜测，可有证据？杨贵妃在荔枝宴上曾跟哀家说，要想查到真凶，就要看谁是得力者。今天哀家就用这句话来反问你：珍嫔要是死了，最大的得利者不就是你杨贵妃吗？后宫只剩你一人，宠儿也好由你来辅佐，到时候皇后之位
舍你其谁？贱人，你赔我珠儿性命！如果说你自导自演呢？你不惜伤害亲子，嫁祸本宫，本宫死了，这后宫就剩你珍嫔一人。即使你出身再低贱，这皇后之位也非你莫属。你敢说不是这样？一个孩子的性命，助你登上后位，还有圣宠，孩子没了还能再生，这不就是你的谋划吗？毒毒尚不食子，你好狠毒的心肠！你血口喷人！天底下会有哪个母亲会谋害自己的孩子？现在我宁愿替虫儿中毒，我又怎么会害他？就听说晋南侯不负无权女，现在看来，哼，你不是权女，是狼女，恶毒起来简直是如此的恶毒。虫儿才刚满月，还没有叫你一声父皇。如今你已经贵为贵妃，而珍嫔她只是个嫔妃，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？还能为什么？她就是觊觎皇后之位。那朕今天就告诉你，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，这辈子都成为不了皇后。来人，将杨贵妃给朕拿下！慢着，皇上，左右臣妾都是个死。皇上何不给臣妾一刻钟，让臣妾还你一个真相如何？这个毒妇害死了皇嗣，还会有什么真相？自然是小皇子被害的真相。我只需一刻钟，皇上不敢吗？好，如果一刻钟你查不出真相来，那臣妾当场自裁。好，那朕就瞧瞧你能耍出什么花招来。庄儿，是你一直在照顾小皇子。本宫问你，小皇子何时没的？当然是中了筷子上的毒没的，这么多人都看见了，贵妃娘娘还想颠倒黑白不成？是吗？皇上，此时大皇子的身体是冰凉的，人的尸体在死后2个时辰才能冰凉，而宴会从开始到现在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可想而知，大皇子并非死于宴会中毒。大皇子并非死于宴会中毒。启禀皇上，杨贵妃所言属实。你说，虫儿是什么时候没的？奴婢记错了，小皇子是2个时辰前没的。2个时辰前，你和珍嫔在哪儿？奴婢，臣妾的虫儿啊！皇上要为虫儿做主啊！一定是杨贵妃。别装了！皇上，剩下的就交给您了。为什么不继续问了？大皇子死于2个时辰前，与宴会无关，足以证明臣妾清白。剩下的，臣妾不想再参与。如果你不想进夜游亭，把10大酷刑都尝一遍的话，就给朕从实招来。皇上，臣妾江南还血的生下虫儿，臣妾怎会害他？臣妾知道了，一定是你。本宫曾与你同为宫女，你心怀不满，曾经一起吃苦的姐妹成了你主子，所以心生嫉妒，毒害皇子，是不是？娘娘，奴婢对你一片忠心啊！本宫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居然罔顾父母兄弟的性命，谋害皇嗣。皇上，是奴婢做的，是奴婢嫉妒珍嫔。虫儿没死，皇上，虫儿没死啊！
花朵、绿叶，还差枝干呢。枝干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哟，姐姐还真是悠闲呢。本宫没记错的话，珍嫔不是昨天被禁足了吗？唉，本来是禁足的，可是皇儿一哭，皇上就心软了。皇上一心软，妹妹就出来了。毕竟皇上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那就恭喜妹妹了。只要有小皇子在，妹妹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只是自己的孩子这么翻来覆去的立，妹妹的心不会疼。哼，你给人洗过脚吗？你体会过寒冬腊月，冒着大雪，守在殿外听着里面欢声笑语吗？这都是我日日经历的事，也多亏了你。那晚你给我灌下那壶暖情酒的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既然活得生不如死，那不如放手一搏。所以你就不惜用孩子的性命来铺路吗？一个孩子能助我登上后位，何乐而不为？反正我还能再生。你就那么确定你一定能当上皇后？不重要了，宠儿如此命大，也让我想通了不少。何必执着皇后？等宠儿长大当了皇上，我就是太后，一样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是啊，太后固然尊贵，只可惜你是等不到了。一个永不能得宠且没有皇嗣的贵妃，我真佩服你这莫名其妙的自信。我也佩服你毫无顾忌的愚蠢，不如用你那点心机猜猜，为什么你的宠儿会死而复生？娘娘，您都已经视察4、5岁了，还要看吗？皇上把小皇子的满月酒交给本宫，本宫要打起12分精神，尤其是吃食这块要尤为注意，千万不可以出任何差错。本宫不是送了珍嫔一双象牙筷，怎么她这桌用上了木筷？一双筷子，你就能断定是我要害你？臣妾在这盘橘子上发现了麝香和川芎粉2种药物，本宫当时就好奇，要你流产1味药就够了，可为什么橘子上会有2味药？本宫特意去冷宫找了一丝张玉雪，确定她只下了川芎粉，那么麝香就只能是你自己下的。你给自己下麝香来陷害张玉雪，却没想到张玉雪已经下了川芎粉，所以橘子上会有2味药。那时候本宫就知道，你迟早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陷害本宫，所以当本宫看到那双木筷子的时候，本宫就知道你要动手了。宠儿假死是你的手笔。小皇子已经没了。什么？黑色发气，这是中毒了。已经有人在咱们前面下毒。娘娘，那怎么办？满宫里能有动机对宠儿下毒的，就只有杨千灵了。既然他已经下毒，那咱们干脆就将计就计，把你的脸色收一收，自然点，别让人看出来。没想到你下的是假死药。本宫没你那么狠毒，实在无法对一个孩子下死手，所以就用假死药打了一个时间差，可以轻松让本宫脱身。姐姐确实厉害，不过就算姐姐费尽心机，我不还是好好的坐在这里，你又能拿我怎样？不如你再猜猜，昨日我明明可以揭开所有真相，彻底拆穿你，为何又突然打住了，给了你求生的机会？为什么？因为本宫知道，皇上向来拎不清，他会看在你是小皇子生母的份上，最多把你打入冷宫罢了。而本宫觉得，你这样的人，还是死了比较好。光天化日，你还想杀了我不成？珍珠，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今天还能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本宫禁足结束的日子，珍珠，你居然把本宫给忘了！本宫可日日都念着你，还记得这条白绫吗？白绫给皇后娘娘准备好，不知道皇后娘娘要勒死谁？听说你们还想争皇后，
真当本宫死了是吗？等本宫杀了这个贱人，再杀了你这个孽种！那臣妾先行告退。杀人了！来人啊！皇后娘娘杀人了！你可知罪？陆雅，我何罪之有？大胆罪妇，竟敢直呼皇帝的名讳！我有罪，罪就罪在我太过于爱你，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但不还是被你囚禁在凤仪宫大半年，我每天憋得都要发疯了。但是你呢？你在外面纳妾、生孩子，过得好快活，凭什么？疯了，真的疯了！朕凭他伺候你那么多年，又给朕诞下重儿，却将他活生生的勒死。只恨我手里没有刀，没有把那个孽种一起杀了。看你这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哪有个一国之母的样子？我就是疯了，我要杀光你们所有人！我要杀光你们所有人！够了！荣贵，奴才在。传旨，皇后杜氏残害妃嫔，德行有亏，贬为庶人，进冷宫。是。陆雅，你不赐死我，我就一定会回来杀光你们的！拉下去！重儿以后就拜托你了，朕会让她把你当亲生母亲一样敬重。臣妾遵旨。哀家不同意。近期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表面上看都与杨贵妃无关，可是桩桩件件的背后都少不了杨贵妃的影子。哀家实在是不放心，把皇孙交给她来抚养，重儿就由哀家亲自来抚养。后，您年纪大了，儿臣心疼你，不想让你再操劳了，还是交给杨贵妃吧。臣妾遵旨。娘娘，您是没看到，太后刚才的眼神都要杀人了，这才哪到哪儿，接下来的事情，她才会真的想杀人。微臣参见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别来这套了。晋南侯那边究竟查出什么来了？晋南侯府啊，现在像铁桶一样，我们以前安插的眼线全部都被清除了，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难道真的要在朝堂上硬碰硬吗？硬碰硬有什么好怕的？御史台是我们的人，六部一半也是我们的人，老夫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了，随时准备为老夫辩护。可是，哀家还是觉得不太对。皇上是你的亲儿子，那是我的亲外甥。当年群臣反对，皇上不照样力排众议，护住了承恩侯？如今大半的人在我们这边，皇上还护不住他亲舅舅。大不了，老夫把那点军饷吐出来。你呀，就不该贪那点军饷。哎呀，这不习惯了吗？后来我想还回去，谁知让晋南侯那个老匹夫盯上了，证据就在他手里，拿了半年也不发作。哎，我就怕他不按套路出牌。这父女俩是属狐狸的，他明知道在朝堂上碰不过我们，所以才暗中谋定。太后，国公爷，晋南侯进后宫了，还抱了个箱子。一个箱子？啊，一定是证据。灵儿，真的有这样吗？为何不让爹爹把这证据直接摆在皇上面前？爹，你忘了昔日的承恩侯吗？承恩侯在朝中没什么势力，仅仅仗着皇后的恩宠，就让你拿他没办法。现在的镇国公掌握着几乎一半朝堂，又是皇上的外戚，
寻常手段怎么可能扳倒他？这些证据来之不易，我们必须找准机会，一击即中。杨贵妃现在在皇上那里，那是颇受信任。我下了2次手都没有办法。看来他们是想让杨贵妃把证据私下交给皇上，不经过朝堂。我们安排的人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啊！这对狐狸妇女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见皇上。现在去，证据在他们手里，他们会更占上风的。那怎么办？就以想念孙儿为名，召杨贵妃过来。杨贵妃过来了，锦囊侯就得出宫了。趁这个时候，咱们安排人去把证据偷过来，如何？我亲自去偷。你一个外男，私闯嫔妃后宫，成何体统？这关系到我镇国公府生死存亡的东西，老夫信不过别人。证据拿回来，什么罪都是小罪。贵妃娘娘，太后想念小皇子了，请贵妃娘娘带着小皇子去慈宁宫。既然娘娘有事，臣就先行告退了。贵嬷嬷，本宫先送送爹爹，随后就去。是。你，你是虫儿吧？我是你舅爷呀。舅爷给你商量个事儿，好不好？你要是死了，那个杨贵妃就会难辞其咎，还能给有我镇国公血脉的皇子让路，好不好啊？你答应了？好好好。臣妾参见太后。哀家想念虫儿了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虫儿呢？小皇子睡着了，怕路上着凉，臣妾就没有抱过来。你怎么能把虫儿一个人留在宫里？就不怕有什么危险吗？在这宫中能有什么危险？而且臣妾在出宫前已经派人去叫皇上了，想必此时父子俩正玩得开心呢。什么？不好了，太后，皇上带人把永乐宫给包围了。小满，小满，娘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慢着！朕还想问问舅舅，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永乐宫，还打伤宫女？朕进来的时候，舅舅不知道在对虫儿做什么，一会儿让太医好好检查一下。镇国公不管怎么说也是虫儿的舅爷，他能对他做什么呀？那舅舅莫名其妙出现在永乐宫是为了什么？这老臣就是想来看看小皇子。想看虫儿，舅舅大可以递牌子让母后带着进来，为何偷偷摸摸的？什么叫偷偷摸摸呀？他可是你的亲舅舅。朕已经够给舅舅面子了，不然就按刺客论处。还有这个箱子，舅舅可是为此物而来。皇上，那个箱子是臣妾父亲刚刚送过来的。不就是一个破箱子吗？还不赶快丢了！可不能扔。皇上，那是臣妾小时候父亲送来的玩具，这样拿进来给虫儿玩的。只是玩具？不然太后以为是什么？有蛇！娘娘小心，这是五步蛇，奴婢老家那边就有这种蛇，只要被咬上一口，5步之内必定丧命啊！宫中为何会出现这种东西啊？来人呐，把这蛇拿走，快！刚才杨贵妃说这箱子是晋南侯送的，难道是晋南侯
要谋杀皇嗣不成？杨贵妃，果真如此？这箱子确实是臣妾父亲带来的，可那蛇不是臣妾父亲带来的。真是死鸭子嘴硬！皇上，那蛇真的不是父亲带来的。皇上太后，奴婢是永乐宫的宫女小翠，奴婢知道那条蛇是怎么来的。快说！娘娘，你莫要怪奴婢，为了皇嗣的安危，奴婢不得不说实话了。皇上，那个箱子从济南侯带进永乐宫，到刚才发现有蛇，根本没有打开过。那蛇只能是侯爷从宫外装进箱子里带进来的，没有其他可能。娘娘您不要逞强了，赶紧跟皇上好好认个错吧，兴许还能救侯爷一命呢。你这个贱婢，你知道什么？刚刚镇国公闯进来打晕小满的时候，他没对你下手。这个关键时候你闯进来，对本宫落井下石，你是太后的人吗？是哀家的人又如何？哀家要是不在你宫里安插人，怎么会知道你们父女的狼子野心，竟敢毒害皇嗣？太后承认了就好。皇上，这箱子确实是臣妾父亲送过来的，也如他所说，这箱子在进入永乐宫之后，臣妾才打开过。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太后别急，臣妾说进入永乐宫后箱子才打开过了，不代表进入永乐宫前箱子没有打开过，也不代表没有人偷偷打开过。你真是胡搅蛮缠！皇上，小皇子的安危，臣妾不敢忽视，所以在父亲进入永乐宫之前，臣妾已经将箱子带去给禁军和太医院勘察过，确认过箱子没有任何问题，才带进来。如果皇上不信，可以叫禁军和太医前来查看。什么？永贵，皇上，参见皇上。你们说，晋南侯带箱子进来时，里面可有异物啊？回皇上，微臣当时仔细查，盒中只有幼儿玩物，并无其他东西。臣也查过，所有玩具都是干干净净，没有什么有害之物。退下吧。是。既然如此，那蛇只能是有人偷偷放进去的。老臣冤枉啊！老臣来时两手空空，这宫门和侍卫都可以作证啊。再说，老臣哪儿来的蛇，却害人呢？镇国公确实可以证明自己两手空空，那只能说明谋害皇嗣的不止镇国公，还有太后。田贵妃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臣妾在控告皇上的母亲，当朝太后。若臣妾赢了，别人也不会对太后做什么；但臣妾输了，就是连带晋南侯府一起万劫不复。那你还要？臣妾一定要告，因为重儿是皇上唯一的孩子，是我朝唯一的继承人。臣妾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自己的亲祖母所害。好，好，好！今天当着皇帝的面，哀家倒要看看你能造出什么样的证据来。他就是证据。镇国公可以证明自己两手空空，那蛇只能是小翠放进去的，而太后刚才亲口承认了小翠是她的人。如果不是太后授意，小翠一个宫女岂敢谋害皇子？你还有珍珠对小皇子下毒谋害臣妾那一次，那毒从何而来？珍珠出身低微，毫无根基，皇后又失了势，除了太后，还有谁能帮她瞒着？瞒过禁军的排查，把毒带进宫来。由此推断，不就是太后在谋害皇嗣吗？你的意思是哀家要谋害自己盼了多年的亲孙儿不成？哀家的动机何在？好了，母后有多期盼这个孩子，朕是知道的。但这母后和舅舅有什么理由残害重儿啊？镇国公的动机很简单，因为皇子不是镇国公女儿所生，他更希望继承大统的是他们镇国公血脉的人。老臣冤枉，老臣绝无此心。哀家对重儿的一片慈爱之心，天地可见。为了让皇帝有孩子，
哀家亲自为她下药。珍嫔刚怀孕，也是哀家在皇后面前力保。如今你仅凭2张嘴，就想污蔑哀家和郑国公吗？这就要说到太后的动机了。太后之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对宠儿的态度由死爱变成谋害，是因为郑国公出了大事，太后要用宠儿的性命来救郑国公。皇上，半年前您罚承恩侯的30万两白银充作军饷，都被郑国公贪污了。如今证据都在家父手中，若刚才宠儿被五步蛇所咬，那臣妾和父亲就成了谋害皇嗣的罪人，父亲就再也无力检举郑国公，而这就是太后和郑国公的最终目的。母后，果真如此？哀家可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真的要怀疑哀家吗？儿臣只是想听一句实话。皇上，那些都是奴婢干的。奴婢看皇上把皇子交给杨贵妃抚养，却不交给太后，奴婢看不得太后伤心，所以恨杨贵妃。是奴婢指使小翠把蛇放进去的，跟太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你这是何苦啊？你对哀家是一片忠心呐！太后惯会用礼带桃奸，只是这次事情太大，桂嬷嬷她扛不住。皇上，晋南侯和几位大臣要进宫觐见，说是揭发郑国公贪污军饷。带上郑国公，跟朕前往朝堂。皇上，军饷被贪污之后，是家父临时变卖家产，这才解了一时之急。边关将士保家卫国，却深受贪官荼毒，还望皇上公事公办，别寒了将士们的心。皇上，郑国公可是你的亲舅舅啊！你不要忘了这一路上是谁扶持你坐到这个位置上的。带走。皇上，皇上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杨贵妃，你好算计啊！那只蛇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吧？太后谬赞，若不是太后在臣妾身边安插了眼线，若不是郑国公偷偷溜进来偷东西，这步局还不能走得这么快吧？你们拿到郑国公的证据，却隐忍不发，就是为了今天这个局。只要我们隐忍不发，你们就会惶惶不可终日，失了理智和耐心，如无头苍蝇一般到处乱撞。等到皇上对你厌弃之时，就是我们发力之时。你怕是忘了，哀家可是皇上的母亲，就算你告到皇帝那里，他又拿哀家如何呀？皇上自然是不会对太后怎么样，可失去了皇上的信任，太后就无法再庇护郑国公，这才是臣妾的目的。娘娘，前朝传来消息，太后在朝堂上当着大臣的面要给皇上下跪，皇上只能从轻发落，勒令郑国公吐出赃款，并罚俸1年。有这么一个娘，皇上能不糊涂吗？只怕皇上自己都有先放过郑国公吧。是啊，要是不想，皇上有1万种方法不让太后进朝堂。本宫给了他机会，是他自己把握不住。既然他不愿给这天下一个公道，那咱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来讨。太后驾到！臣妾参见太后娘娘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世道。哀家毕竟是皇上的亲生母亲，哀家能护住郑国公，也能让你和你的晋南侯府生不如死。太后威震天下，臣妾佩服。如果你给哀家磕头道歉的话，哀家还会考虑给你留个全尸。
臣妾冒犯太后，请太后娘娘责罚。不愧是杨千灵啊，还真是能屈能伸。不过你越是这样，哀家就越是怕你，怕到哀家要是不弄死你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杨贵妃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太后打算效仿前朝郭太后，砍去你四肢，挖掉你眼睛，毒哑你喉咙，把你泡在酒缸里做个人质。太后还计划给你买个青花瓷大缸呢。怕是太后要难以如愿了，因为臣妾有一计，可保臣妾和晋南侯府安然无恙。安然无恙？哀家不知道你还能有什么样的计谋，让哀家放过你。镇国公虽然躲过了这次，但已经完全失去了圣心，不是吗？镇国公不再受到皇上的照顾，张家的儿女也无法再嫁进宫来。未来历任皇帝也再无张家血脉，并且顶着贪污军饷的称号，等待着镇国公府的将会是被权贵排挤，被世人耻笑，被20万守军记恨。镇国公府会迅速没落，等到太后100年后，可能过得连普通百姓都不如。臣妾现在有一计，可以彻底扭转镇国公府眼下困局，让贪污军饷之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而这唯独只有我晋南侯府能做到。不知这个条件是否让太后觉得可保臣妾和晋南侯府安然无恙？你有什么计谋？嫁祸。贪污军饷是家父查出来的，只要家父再出一份证据，证明镇国公是被嫁祸的，而贪污的另有其人，那镇国公贪污一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，甚至皇上会因为愧疚而多加补偿。嫁祸给谁？承恩侯。监察承恩侯贪污军饷，罪大恶极，赐承恩侯斩首示众，其家人流放3000里，终生不得回京。侯府财物查抄充公，钦此。杨千灵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去死吧！这废后怎么跑出来了？快拦着他，快去！让开！我要见皇上！让开！皇上，我哥哥是被冤枉的，他没有贪污军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会遭报应的！谁在这里大声喧哗呀？哟，这不是废后？是你陷害我哥哥！你们享受了这么久的恩宠，也该为皇帝付出点儿了。你们会遭报应的。可是现在遭报应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就是你的报应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皇上！母后！陆阳，你也会遭到报应！我在下面等你！皇上！太医！来人呐！快传太医！传太医！皇上！嫁祸承恩侯是太后干的，一路护着珍珠生下孩子的是太后，当年让御史参奏承恩侯的还是太后，甚至给皇上下药，让皇上宠幸了珍珠的依旧是太后。我会通知太后，你去找皇上求情了，他一定会再办回来。
虽然这一世叛变没有发生，但是你们死的一点都不冤。你们两个铸造了一个昏君，遭殃的是整个国家。我知道你们都爱他，放心，我会送他下去见你。贵妃娘娘，皇上身体抱恙，不见任何人。这些年你跟着皇上皇后，何时没少干过？贵妃娘娘，您说什么呢？带下去审查吧。什么？哎，你凭什么抓我？皇上醒了。没想到陪在朕身边的，最后只有你了。臣妾也陪不了皇上多久了。连你也要离开朕？不是臣妾要离开，而是皇上要上路了。朕这副身子，还能去哪儿啊？太医说，皇上的五脏六腑弱得如同80岁的老人，如今又被太后之死冲击，活不了几天了。朕怎么会？皇上爱吃荔枝，御膳房就给皇上做南瓜庄。总之，皇上爱吃什么，御膳房就准备一些相克的食物送给皇上。久而久之就这样了。是你要害朕？不只是臣妾啊，皇上，臣妾本事再大，如何掌控后宫？主要是皇上害的人太多了，边关无数将士，灾区无数百姓，他们的亲人，总有人愿意找皇上报仇的。他们学习了各种本领，混进后宫，然后再被同样来找皇上报仇的臣妾一一联合。朕明明没有害过你，没害过我。我晋南侯府满门忠烈，臣妾2个哥哥同样战死沙场，母亲悲痛之下也随他们去了。我晋南侯府就要绝后了，臣妾本该跟父亲相依为命，为他养老送终，可你却把我接进后宫，供你和皇后玩乐羞辱，非要给我冠上恶名，让我杨家列祖列宗都死不瞑目。朕不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朕真的不知道。你知道你这登基4年都发生了什么吗？边关无1分钱军饷，20万守军病死、饿死，江南水患，西北旱灾，同样饿死、病死的无辜老百姓不计其数。千良，你放过朕好不好？朕从此以后一定当一个好皇帝，行吗？完了，郑国公以后就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这么昏庸，却这么年轻，我要是再不出手，那这天下还要被你祸害好几10年呢。原谅朕。原谅你，是那些无辜惨死之人该做的事。而我要做的，就是送你下去见他们。终于绣完了。娘娘，时辰快到了。先帝驾崩，举国同哀。然皇子年幼，哀家将继承先帝遗志，辅佐新帝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晋南侯何在？臣在。着晋南侯彻查镇国公贪污军饷一案，所有参与人员从严处置。
绝不呼吸！爹，这是30万两银票，您拿着吧。灵儿，如今国库空虚，你哪来这么多银子？国库空虚，皇后和太后的私库可一点也不空。这破西凉这些年没少往自己的私库捞银子，您就拿着吧，这是皇家欠咱们家的。你还这么年轻，就要在宫里困一生了，都是爹爹害了你啊！爹，女儿如今是太后，这天下没有什么可以再委屈我了。等到皇上成年亲政，就是女儿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的时候。好，这才是我女儿该有的样子。爹爹等你，等你回家的那天。